囧，你除了会造谣之外，你还会什么？2年前我的频道就喷过你，我这个抖音号经营都还不到1年半，时间都对不上，他喷的到底是谁呀？这更扯！你拿到中华民国的护照，我觉得很可笑。你来到台湾都是拿的居留证，他是不是色盲啊？那一本是红色的，你这本是绿色，太夸张了吧？又造谣！因为移民署把你赶出去，本身就证明这件事啊。因为两岸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户籍来变更，因为依据两岸宪法，我们两边的政府治权是互相排他性的。八嘎囧造谣趁钱，他很会的。去宣传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反抗就可以死啊！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反抗就得死这句话，我的任何影片里面都找不到。我觉得这么民主的一个土地上，正义和公平好像在这里是个奢侈品哎。你说的对，他们对付不了对岸，所以他就泄恨，把东西就发在你身上，因为他们为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道德下限，非常恐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八嘎囧，你除了会造谣之外，你还会什么？第一句话就造谣。移民署约谈他将近3个多小时啊！我跟你说啦，就是我检举的啦。2年前我的频道就喷过你。我大陆版抖音第一条对外视频是2023年的12月8号，我就很想问问八囧啊，他2年前就有喷过我了，那我这个抖音号经营总共都还不到1年半，时间都对不上，他喷的到底是谁呀？八囧是惯性造谣犯一天不造会死。为什么说2年前呢？因为他要提高自己的威名嘛，他告诉大家，你看我2年前我就在做这种打共匪的动作，因为现在八囧极力想要洗白自己，去参加罢免，不是受到民进党指使的，不是跟民进党拿了多少资源，而是他在打共匪，所以他现在必须抓你来开刀。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了解情况，没有想到却变成了一场长达接近3小时的询问。事前起因呢是有人投诉我在抖音上发布的视频内容，认为我恐吓微软台湾社会。我拍这些影片有没有团队？有没有人指使我这样做？有没有从大陆那边拿钱？我的回答当然是没有了，我没有团队，或者说我的团队就是我跟一，也没有人指使我这样做呀，更没有从祖国拿过1分钱。他不相信我啊，他说因为我的粉丝量也不算低，完全可以有可观的一个收入，话是没错啊。你后面有没有团队？有没有拿中国共产党的钱？这不是问题，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现在拿到我们台湾的身份，你拿到中华民国的护照，然后你却宣传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然后干，这就是经典的移花接木手段呐。刚才那一段你根本就没讲到中华民国护照什么的，这个是他去夹你的话，对不对？你去翻他攻击我的视频，他说了无数次我拿台湾的护照，但是我就是没有啊。他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他一直不停的说这个。我觉得很可笑，这更扯了。你来到台湾都是拿的居留证，因为你是依来的嘛，对不对？他是不是色盲啊？那一本是红色的，我们这本是绿色，太夸张了吧？又造谣！因为移民署把你赶出去，本身就证明这件事啊。因为两岸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户籍来变更的嘛，只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不可能有中华民国护照，因为依据两岸宪法，我们两边的政府治权是互相排他性的，所以才会出现为什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是用户籍而不是用国籍。八嘎囧智商就如此，不会教他呢硬学理的他不会，但是造谣趁钱这个他很会的。然后你去宣传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然后散播一堆什么啊，你反抗就可以死啊，解放军很强大啦，对吧？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反抗就得死这句话，我的任何影片里面都找不到，更没有谈论过支持台湾任何一方的选票。你想啊，我一个连投票权利的人都没有，他拿我来炒这个话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根本就未尽查证之时嘛，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身份证，连这个标题他就打自己的脸，立刻取消台湾居留证，换回中共身份证。八九你是智障吗？台湾居留证当然会有中共身份证啊，不然他怎么来？而且那也不叫中共身份证啊，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连标题都造谣，哇，这么2分钟已经造谣3句了，没有一句对的耶。稍微读点书好不好？八囧，台湾地区人民指的是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大陆地区人民指的是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雅雅在我方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属于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之人民，她是来台湾依亲的，因为她嫁给了台湾人，然后生了3个孩子。总则第2条第4款就给你讲清楚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雅雅会被移民署管制？因为本条例大陆地区人民之规定，于大陆地区人民旅居国外者是适用之嘛，是受不了。这个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我们要投给亲共亲中的政党，让他们带领我们跟共产党和平统一，变成一个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则下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你说你有没有危害到我们现中华民国？台独是最危害中华民国的啊，八囧，最危害中华民国的不是你吗？这八囧怎么整天在自打脸的？我流量最鼎盛的时候，我都没有选择变现，而是把账号拿来宣传两岸一家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想。接下来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视频有在恐吓微软台湾社会，因为我的视频里面有展示祖国大陆的一个科技啊、军事啊有多么的强大呀，我们作为中国人有多么的骄傲，也有提到过武力统一台湾。我回答他，台湾这么多的电视台，新闻里面随处可见的言论，我说出来早就变成了恐吓。哦，移民署有看到吗？雅雅已经为你们指明了方向，已经跟你们说了，台湾有些电视台也是说什么武力统一台湾呢？你们怎么不去约谈他呢？滑坡逻辑，明明在抓雅雅，抓不到确切的证据，马上滑坡到台湾有电视台在武力统一台湾。
真的是从头造谣到尾。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武力统一台湾哦。他刚刚讲我视频里面呈现武力统一，我表达的意思是台当局他这样子不断的去挑衅大陆，以大陆那边有一个反分裂法，所以他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来打台湾了。我是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也在影片里面强调，我是湖南人，嫁到台湾，两岸都有我的亲人，两岸都有我的家，我爱大陆也爱台湾，我们才是最向往和平、最不希望战争的人呢。我主张和平统一，因为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那是我原影片的话。哇，真的是有够扯的。但是他只截取了前面我说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武力攻打台湾，所以他就是故意的嘛，又给你在那边断章取义嘛。然后我只能跟你说，你真的很衰，遇到了一个纯粹的邪恶，因为他就是拿这个来捞钱，他根本不在乎任何事情，他会有一天被毁了，他也无所谓，他很快就跑了。他那边说他要捍卫到底，结果他不去当兵，他到底当什么兵，到现在没人知道。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是从各大媒体上看到资讯，台湾公众人物他们天天都在说解放军如何如何，都可以在公共频道上传播，为什么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就不行？那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又是什么？而且我也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祖国强大而感到骄傲。更重要的是，也是我一再强调的是，我是湖南人，嫁到台湾，两岸都有我的亲人，两岸都有我的家，我爱大陆也爱台湾，我们才是最向往和平、最不希望战争的人呢。那你去跟习近平说啊，马上让你跟习近平说啊，那你要不要跟赖清德说啊？讲会配他为哦，这我要讲诶，现在是怎样？习近平现在说我要打台湾吗？每天说大陆要打台湾的其实是民进党每天恐吓台湾人中国要打过来是民进党恐吓最大就是89，你每天在消磨两岸的善意，每天在断章取义，光这个影片开头2分钟你就直接造谣3次了，请问是谁在赚两岸的人血馒头？这是很夸张其实这个地方我也想澄清一下，他有说我痛骂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痛骂台湾没有言论自由。我刚刚里面说，那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又是什么？那个是我陈述当天我在移民署约谈其中一个环节，因为其实众人皆知嘛，台湾一向言论自由。那当我知道自己的影片被举报了，我就非常的震惊啊，所以我就发出了一个这样的疑问，等于是把你的质疑变成所谓的痛骂，又在造谣。对，这个人这是惯性造谣。对，我从头到尾只说过一次，移民署的那边都是知情的，因为他们那边都有备份、有档案，也有录音。哇，他这个影片真好做，以后我就学他，每次社图出一片，我就是看他影片，然后吐槽他，我就可以再剪一集了。超级低成本、超级廉价，只要花剪辑师的钱就结束了。以美式工作，以美式生活嘛。你讲真好，八炯。自由时报赖清德直球对决美国阿公标签，赖清德被贴上美国阿公标签，他说儿子赴美就学，未来会回台湾，所以现在回来没有？孙子在美国出生，自然会有美国籍啊，是吧？当时是在网络政论节目第1名，下班和你聊，当着汉哥的面说出来的。孙子是美国人那你这个不是以美式工作，以美式生活了，你这个是直接活在美国啊，不是吗？所以八九不要再打国民党有人住在美国，你这样会打到总统呢，补助就没有咯。还有我也一直在跟工作人员强调，台湾早在1945年就回归中国了，所以台湾就是中国的，这是事实，也是国际共识。当然，生活在台湾，我必须尊重当地的法律。如果说我的视频内容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会进行调整和规避。但是我要明确的是，我的初衷从未改变。我希望两岸同胞能够更加的理解彼此，消除隔阂，共同追求和平与繁荣。他说他会继续接受我的视频，如果有发现类似的，那就废除我的证件。就说了嘛，你追求和平要去跟习近平讲，要去跟你们的火箭军讲，不是吗？那你刚才说那中国不要武力，军队都废除，台湾也不要有军队啊。照这样讲，你有军队就是代表不和平的意思，那就跟赖清德讲啊，赖清德大大，你把所有军队都裁撤掉，这样就是和平吗？火箭军是对你的吗？你知道吗？八九，你一点知识都没有，打台湾靠远程火箭弹，远程火箭弹是陆军啊，稍微有点军事常识好不好？都不做功课，火箭军主要是拿来对关岛跟远程的。你希望所有的两岸同胞要更相的理解，那为什么你只宣传共产党的理念给台湾人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并没有说在宣传什么理念，我一直都是坚信两岸一家亲，我向往和平。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在大陆也好，还是在台湾也好，我们老百姓希望的就是安居乐业，我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念啊。这个是共产党理念吗？还是八九的理念就是两岸要敌对？对啦，因为赖清德说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啊，奇怪，八九干嘛出这个影片疯狂怼赖清德啊？而且还叫御用日本小媒体出来讲话，所以谁在破坏两岸和平？对，八九你不要两岸和平吗？那很简单，赶快去当兵。关于鼓吹武统的问题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我是很无奈啊，也不是想说太多，因为我认为每个人对影片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感受，但是我的影片是发布在大陆抖音上面，我的受众群体几乎都是大陆人，而且我在 YouTube 和 TikTok 上面，我昨天之前都没有任何账号，这个事情移民署也是知情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制造这些舆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冲着我来，因为我是成年人，我相对的承受能力会比较好。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针对未成年，针对我的女儿？像刚刚大家看到了有关我女儿说四川舰的那一个影片，我当然知道四川舰啦，我很兴奋，也很开心。但是我看评论区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四川舅舅不开心呢？四川舰它可是两栖攻击作战哦，舰上有武装直升机，有无人机，它的肚子里面还装满了气垫船、登陆艇、两栖水陆战车，还有所有的登陆作战装备哦，还用了电池弹射技术和阻拦技术，全球第一艘，战力第一，超级厉害的。你们为什么不开心呢？还有啊，抢滩登陆，正值何方？舅舅们，有没有可能四川舰马上就要立大功了呢？来。
上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我女儿说四川舰收复台湾，可是这句话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吧？但是他把那个标题弄成我女儿说四川舰收复台湾，这不就是扭曲吗？笨色酒，他就是这种人。他们那一群就是不断的在嗜血，他会先从比较极端言论的再往外扩，他找不到人嘛，因为他号称20万中共身份证，他到现在找不到嘛，所以他就把目标对准了在台湾的陆配。他们就是在玩当年纳粹希特勒那一套，要给你来一个人种清洗，非常恶心。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仅仅是针对陆配，因为这个护照是台湾人的护照，他这样说的话，台湾人喜欢台湾护照上面中华这2个字的人，难道都有罪吗？或者是说他自己非常讨厌台湾护照上面中华这2个字？所以他就是在断章取义嘛。台湾人的母亲雅雅被政治迫害，我们有发现一个最严重的点，雅雅她从头到尾只有在大陆版的抖音开过账号，在大概几个月之前，她的 TikTok 跟 YouTube 都有人冒用雅雅的名字，然后把她的部分影片编辑过，变成说她好像塑造一个武统的形象，然后让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陆配一直想要用武统来塑造这样的一个情境，但其实跟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即便到现在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台湾的人不会特别去下载大陆版的抖音，看一下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甚至在我们要去找议员或立委的时候，他们都说：“你那个就是要支持武统哦。”雅雅她自己抖音的视频下面她留言，意思她就是要把不好的心情倒掉嘛。结果 Newton 直接指控说他要洗人口，此前他嚣张发言就是要洗人洗得不够快才是问题啊！而且 Newton 他是知道这个影片的原始档，他还这么写，这有点太夸张了吧？非常非常的夸张，又非常非常的过分。干，这个死党没自己把意境给加上去，自己照自己想，这联想力也太强了一点吧？雅雅它上面的定位很简单，就是一个黑龙江哈尔滨大使，因为雅雅他个人很喜欢那边的风景跟文化。对。然后他第二个定位，两岸青年交流大使，对，代表他其实是很喜欢台湾跟大陆这边去交流的，甚至以前雅雅他也会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带我一起去黑龙江那边做一个两岸交流？他都是以文化交流为主，并不是像外界所说，如果说我今天是鼓吹武统的话，我递出来的名片应该是机关枪吧？但他的品牌形象，他就是要做一个文化交流。请问你们看完这个会觉得说，他在鼓吹武统吗？而且他的大陆抖音的受众群是以广东粉丝最多，完全没有台湾爱。说实在的台湾的媒体八炯这样子恶意满满的去讲你说的话，甚至民意代表也没办法帮你澄清，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真的是很无奈。我在我自己的视频中，很多次我都强调两岸一家亲和和平的这种理念。我的初衷就是促进两岸同胞的一个感情交流和理解。当然，他们很多人说，你看他新出的视频什么告别发言啊，又开始要舔台湾啊什么的。当然不是，我做人我是觉得实事求是，我不喜欢去恶意捏造。台湾有台湾的好，优点我们要看到，缺点不足我们可以改正。我的无奈不是因为我要离开这片土地，而是我觉得这么民主的一个土地上，正义和公平好像在这里是个奢侈品。你说的对，我的居留证是被以最急件、最重大、最高处罚的标准处理的，还派专员送件到你家嘛？对对对，昨天星期六是周末哟，超级夸张。然后那些媒体啊、名嘴啊、网红啊，这些本来就应该是要传递真相，去引导舆论的力量，对不对？但是在面对我这场闹剧里面，他们是谣言的传播者耶，他们说我假结婚，那个东西直接可以把我毁灭了，真的超夸张，就一直在传啊。包括我们陆籍配偶，他们也在 YouTube 上面针对我、攻击我，甚至我看到有些媒体啊，从主持人到来宾啊，他们在一唱一和的在谣言标题里面竭尽所能的对我做人格的毁灭。当时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种细腻还有这种狠毒的程度啊，真的比那些宫廷斗剧还要精彩啊！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舆论带给我的这些负面影响。但是我是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抗压性就是我现在还在这里吧。但是我的孩子呢？他们承受的是什么？那你孩子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比较跟你分开居住？
我的孩子他们从关于我的话题11号晚上爆掉以后，12号早上我孩子去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在问我的孩子们，你是不是要跟你妈妈他们一起遣返啊？这个是12号早上，再到后来假结婚的事情爆出来，人家直接就对我儿子说，你妈妈是靠假结婚来的，而且你妈妈还把大陆的小孩带过来，那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大陆小孩啊？太过分了吧，笨色动啊，金家呀！你民进党真的是到了这种程度。但是雅雅，我一定要告诉你，还有你的孩子，台湾是有温暖跟正义的，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些人那么的糟糕，那些人从来就是一群丧尸啊，没有任何的人性。但是我觉得你孩子真的很可怜，那他们还遇到什么呢？就是这种精神压力吧，我感觉就是我们家小孩最近也不爱吃饭，也不干嘛的，我自己看真的是蛮心疼。我听了都难受了，对你先生也不公平啊！你们夫妻感情好好的，突然变假结婚，这什么东西啊？对啊，真的，幸好我跟我先生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然的话被他们这样一造谣，你说我要怎么样去跟我先生澄清啊？真的，其实真的我在历史哥这个咱们现在连线当中，我觉得特别温暖，真的。我认为他们这些媒体啊、名嘴啊，还有网红啊，他们这些人对我的造假，感觉这不仅仅是在攻击我啊，攻击我的孩子啊，我个人感觉他真的是在撕裂这个社会的和谐。没错，我也不知道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说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公正的现象，在我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土地上，竟然会形成这种民主碰撞和这种自由的反差耶，真的还没有办法理解，真的。其实你的事情跟王志安之前被民进党驱逐5年的事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其实对付不了对岸，所以他就泄恨，把东西就发在你身上。当然当中还有流量啊、嗜血啊、吃瓜啊等等各种的，借此塑造社会对立。因为黑熊一直说要列管中配，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你们是所谓的第5纵队，我觉得这非常恶心。有这件事情爆发之后，有很多的陆配被戏称为绿配，是下来踹2脚的。很多这种大陆籍配偶，他们现在都在攻击我，因为他们带的一个舆论的方向是我迫害了大陆籍配偶来台湾能够享受的一些权利之类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来攻击我。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迟早会了解，这个就像乌克兰现在被美国吃尽苦头一样。当你自己的群体同胞都是陆配出了事情的时候，你在忙着踹2脚，你们是对的还不对？不过这也民进党厉害的地方，他赶快把矛盾转移到陆配群体内部，他们为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道德下限，非常恐怖。其实他们有很多人针对我女儿，就这个小孩我真的是很讨厌，他怎么好像一个小战狼。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的培养嘛，就跟家庭有关。我们家小孩从小就喜欢看一些自然博物呀，有时候跟着我们看电视啊，看一些军事呀，包括名嘴的这些东西，他都会听到，都会摄取到这些东西。他有些东西他能讲出来是很正常的，不代表说你家长去刻意给他怎么样，不是的。但我女儿长成这样子，我自己喜欢。每个人自己的小孩有自己的培养方式，那你们为什么攻击我说我们家女儿长得跟小红卫兵一样，非常讨厌她怎么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就是不应该抓着小孩，我觉得你攻击我可以，我成年人，但是你不要抓着小孩去讲，而且培养孩子的理念都为什么强调到我身上了？他就是要霸凌你，他让未来更多这样的人不敢讲话或怎么，他就是选择性对待嘛。其实讲白了，他就是欺你弱势啦。他知道你不会被台湾主流媒体关爱，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有没有媒体直接来采访你？没有，这是可笑的事情。难道雅雅在台湾很难找吗？他小孩子的同学都知道了啊，然后我们的媒体没来采访，就搞到最后变我们自媒体要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还收到了警示消息说，这题你别碰，你碰了可能会出事情。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捷克就收到了一个恐吓嘛，下一个目标检举柳捷克，中配刘正雅结婚13年，玩抖 1.5 年。你看哦，舔共的人一定要死到底，否则他们一定是反杀你。而且个资法大哥，这是很夸张真的。反正他们就这样干嘛，我就造谣怎么样？我造谣是为了台湾好啊，难道不能造谣吗？很可悲一件事情。不过我相信今天把这个资讯给理清楚对他们还是有一些示警作用的。